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复习一下抗抑郁药啊。这个抗抑郁药呢，应该说也是咱们不仅是整个精神类疾病的一个重点啊，同时也是我们说药理学 pharmacology 一个重点。那么首先说抑郁症呢，现在呢因为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可能也和咱们整个社会的这种节奏太快啊，压力比较大都有关系，所以抑郁症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么因此呢，也就伴随而出现什么抗抑郁药一代一代的这种更替从最初的像单胺氧化酶抑制剂过渡到三环类甚至现在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像 SSRI 是吧，像 SNRI 有一大批甚至更新一些类型的抗抑郁药。所以在我们考试或者说学习过程中呢，对于这个抗抑郁药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内容尤其是现在一线抗抑郁药大家一定要了解。好，那么咱们呢就直接进入主题。我们首先呢，说了解这个不同分代或者说不同分型这个抗抑郁药之前，首先我认为呢，大家应该对于抑郁症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呢也就会对抗抑郁药它的这个设计和它为什么会是这些不同的类型也就有一定的掌握了因为抑郁大家首先知道它是一种神经受到抑制的状态这个人他的症状是什么呢？整个人没有兴趣这个患者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包括他以前可能很爱的一些东西业余爱好都完全没有兴趣了同时呢，食欲下降，对吧？体力减退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咱们很多的抗抑郁药它是什么机制？都是促进了咱们一些体内，比如说五羟色胺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基本都和这些物质有关系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些其实我们叫做神经递质神经递质。那么这些神经递质，而且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兴奋型的神经递质。那么我们这些药物为什么能够抗抑郁基本上都是由于它通过各种不同的环节作用，导致我们体内这些兴奋性的神经递质的浓度得以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体内兴奋作用的这个神经递质占的比重更多作用更强，所以呢，它就会表现出一种让人从这种抑郁状态恢复到一个比较接近于正常的状态这么一个功能大家呢对于这个首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所以我们后边它就不是死记硬背了你大概要知道一下它的这个机制我们后边就记起来就会更方便下面呢，我们要知道这所谓第几代抗抑郁药是吧？三代是吧？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分类分代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得到说全世界学术这个大家好像搞学术的这些学者统一的公认的这么一个分代，不是有不同的分代方法在这本书上可能这么分，那本书上那么分但是呢，当然随着这个时间线它其实是有一个发展进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说不要太僵化是吧？必须第一代就是谁第二代就必须是谁，这不一定这不是统一的。但是呢，我们至少知道它是分不同的级别，对吧？通常来讲，越靠后的是吧？第三代，那么它通常是越接近于现代同时呢，它的效果可能更强，它的副作用可能更少这个呢大家要知道那么我们这个分代方法呢，基本上是按照咱们就是说整个学习过程中相对大家说接触到的说法比较普遍的就是这个分代方法第一代我们叫做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 第二代呢叫做三环类抑制剂，什么三环类抗抑郁药TCA。那么第三代呢就比较多了大家看这一大串是吧 ？SSRI、SNRI、NDRI 是吧？SARI、NASSA 后面我们详细再说。
那么我们首先看啊，第一代这个 MAOI 啊，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它的代表药物大家要知道哈，如果记不全，我建议大家至少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两个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苯乙腈，一个是司来吉兰，因为这两个药在考试里边，尤其 NCLEX 考试啊出的非常多啊。至于说这个第二个反苯环丙胺啊，包括异卡波丙呢，见到相对会少一点啊。那么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通过这种叫做抑制什么单胺氧化酶，从而减少了五羟色胺、去甲酰胺酰素多巴胺的分解啊，提高了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所以呢，它就会促进人的这种神经兴奋，从而减轻它这种抑郁的症状啊，这就是它的作用机制。那么它在护理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饮食的这种，我们一定要密切的监测啊，这个患者的饮食，同时要进行教育啊，你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像陈年奶酪啊，什么腌制的肉类啊，什么这种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含有很高的酪胺啊。那么这个酪胺如果要是说太多的话，浓度一高啊，那么就会导致我们体内这种像五羟色胺什么这些东西水平就很高了啊。那么它水平一高，最严重的就是什么？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啊，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就是五羟色胺综合征。大家要知道啊，这种高血压非常的高啊，心率快、血压高，出现一种非常严重的危及生命的这种综合征啊。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和其他一些抗抑郁药啊，包括一些什么止疼药、感冒药啊，甚至一些中草药啊，包括西方的草药，对吧？吃要特别注意。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 MAOI 为什么它作为第一代，为什么后来逐渐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就是因为它在饮食和药物相互作用啊，这上它的弱点太明显了啊。你虽然这个药物它作用可能比较好，但是呢，它的副作用也太多了啊，或者说你很难避免这些副作用的话，而且这个副作用一出事儿，还有可能就是什么危及生命啊，所以这个呢就导致这个 MAOI 呢逐渐的已经淡出我们这个抗抑郁药的这种现实的临床应用啊，用的越来越少。那么如果你更换的时候哈，比如说你从苯乙腈或者司来吉兰啊，吃了1个月、2个月是吧？患者觉得效果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啊，甚至吃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改善，你可能需要换药啊，换成 TCA 啊，或者换成这个西泰普兰呐，就是说这个 SSRI 是吧？那么要注意什么？间隔2个星期啊，不能说今天停这个苯乙腈，明天就吃上那个西泰普兰啊，这是不行的啊，这个就会出现非常危险的这种五羟色胺综合征啊，这个风险就很高了。那么如果是进行这种氟西汀啊，因为它半衰期更长，所以这个间隔就要更长啊。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代叫 TCA 3环类抗抑郁药，代表药物哈，大家至少记住前2个啊，阿米替林、丙米嗪啊，这2个一定要记住，因为这2个绝对高频考点啊。那么它的机制呢，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啊，它也是抑制五羟色胺和什么去甲酰胺酰素啊这种再摄取啊。那么它呢是，那么你抑制它的再摄取，那就意味着体内这个东西被重吸收的少了，那么它就存留在体内啊，时间更长，从而呢兴奋性更多，对吧？抑制这种你这个平时的这种抑郁的水平啊，来改善症状。那么重点呢，同样也是说呢，这也是一个早期抗抑郁药。现在就是由于它的不良反应，大家看啊，我都列举在这个下方了，这个右下角这一块，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也不用说特别的说是不是有嗜睡，是不是有什么排尿困难，但是呢，大家至少要记住哈，就是 TCA 这个3环类抗抑郁药也是因为副作用太多啊。导致啊，它现在也不是作为临床说首选的1线用药啊，它也是作为一个替代吧。如果说某些药物效果不好，可能会换一下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下边这个 SSRI 叫做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啊，这个就已经是非常的著名了，现在是作为临床一线用药啊。那么五羟色胺也叫血清素啊，这是一个物质啊，两种叫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这种情况呢，大家学习起来可能就会遇到一定困难。怎么一会儿叫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一会儿叫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是吧？一会儿叫五羟色胺综合征，一会儿叫血清素综合征，是一样啊，是不一样啊？其实它是一个事儿啊，它是一个东西。那么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意味着什么？还是跟刚才那个说的差不多啊，你再摄取受到抑制了，也就是说它分解的少了，回吸收的少了，那在体内存留的时间就长，浓度就高啊。那么它一高，它又是个兴奋作用，所以呢就减轻了你的抑郁症状啊。那么代表药物五朵金花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5个药啊。第一个叫氟西汀，第二个叫帕罗西汀，第三个叫西泰普兰，第四个叫舍曲林，第5叫氟沙明啊，这就是5朵金花啊，其实都是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啊。那么它的机制啊，咱们不重复了，这是一线用药。护理上我们主要用，就是说呢，因为它为什么作为一线用药，肯定是更安全啊，耐受性更好，副作用更低，或者说更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更轻微。但是同样啊，也是什么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不能突然停药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西泰普兰啊，那么可能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啊。那么 SNRI 啊，叫做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抑制剂啊。代表药物大家至少记住这2个，一个叫文拉法辛，一个叫杜洛西汀啊。那么因为这个机制基本都类似，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去重复讲这个事儿了啊。那么护理的重点也是一些相关的副作用啊。那么比如说它有可能什么使血压强度升高，是吧？包括一些加重肝脏的问题啊，诱发闭角型青光眼啊。那么这些呢，大家我觉得就是说能记住呢，多记一点啊，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得这么一分啊，这挺好。那么如果你和其他一些，比如说像和 SSRI 像这种升高，或者说和 TCA 啊，它都升高血清素的这种水平，那么和这些药物联用呢就要注意啊，这个五羟色胺综合征啊。那么再下一个就是 NDRI 啊，大家看的是很多啊，这第3代是吧？NDRI 是抑制什么？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啊，它的再摄取啊，所以叫做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再摄取抑制剂。代表药物就是这个安非他酮啊 ，bupropion 啊，安非他酮。那么它呢，护理上呢，其实就是说事儿就相对你看少多了啊，较少引起性功能障碍啊。那么所以当其他一些药物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改用安非他酮啊。那么当然像这些失眠啊、什么激越呀、癫痫风险，这个要注意啊。好，下一个 SARI 这都是这一大类啊，五羟色胺的调节剂啊，代表药物就是揣唑酮啊、曲唑酮，这个也是现在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啊。那么它呢是作用相对复杂，不是单纯一个再摄取，它是对五羟色胺这个受体有拮抗作用，同时呢还有部分的激动作用啊，同时呢还部分抑制再摄取，所以这个作用比较复杂。这个作用机制我觉得倒不至于考大家，但是大家见到这个药你得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揣唑酮它是治疗抑郁症的啊，知道这个它是比较新型的抗抑郁药，相对来讲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啊，这个是揣唑酮。这应该是咱们这一大类里边比较靠后啊，最后一个了 NASSA 哈，叫做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五羟色胺能抗抑郁药，代表药物就是这个 mirtazapine 啊，米氮平。这个它的机制呢是通过阻断了阿尔法2的肾上腺素能受体啊，增加了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释放。这个机制大家也是说能记住一点最好啊，阻断了阿尔法2这个受体。增加了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释放啊，但实在记不住，因为这本身也是个新药啊。我觉得直接说考大家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这可能有点太难了。但是呢，大家至少要知道啊，和刚才那个很相似
就是说一旦提到这两个药名啊，你像刚才这个曲唑酮，还有这个米氮平啊，一看到这两个名字，大家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个抗抑郁药啊，至少这个要知道。那么它呢有一些长处，就是说什么，用完这个药，它饮食和睡眠都很好，体重也有增长。那么抑郁症的患者有一个什么共性啊？食欲差，对不对？睡不着觉，体重下降。那么抑郁症是不是正好是他这个被他这个药物的，可以说它是一种你如果这些症状在其他的人可能这作为一种不良反应，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这个反而倒是一个好处了，对吧？抑郁症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食欲差的，都是失眠的，都是体重减低的。那么这个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呢，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倒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坏处啊，正好能够弥补他的这种问题啊，这种不足。好，我们最后呢总结一下那么所有这些抗抑郁药当然呢就是说，第一个起效基本都不是很快基本上都要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1个月、3个月那么所以大家不要期望说这个病人有抑郁症，我吃3天的药，他马上就心情改善了，整个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完全换了一个人，那不可能那个基本上都是假象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起效没有那么快通常要2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有1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是说不能操之过急，是吧？有时候操之过急，你认为吃了3天，吃了1个星期，甚至2个星期了，一点用没有，咱就停药或者换药，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它还没到它起效的时间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尤其是要注意什么？自杀这种风险那么当然说，其实现在比较一线用药，咱们说 SSRI、SNRI 什么 NDRI， 大部分药其实已经很安全了就是安全性基本上有保证。但是对于什么儿童、青少年就是年纪比较小的这种年龄段，那么在一开始治疗的时候包括调整剂量的时候，要注意这种自杀的风险那么你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行为比如说症状有没有改变，非常明显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异常的言行，有没有这种很烦躁，是吧？激越这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警惕五羟酸综合征就是说，尤其是什么2种以上同时会升高五羟酸的药连用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刚才提到过，你要从一个药换到另外一个药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什么2周的洗脱期就是要间隔时间超过2周才行不能今天停这个药，明天马上换这个药这个都是会增加五羟散综合征的风险的那么五羟散综合征是一种致命的并发症有可能导致你心率很快，血压很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第4个呢，不能突然停药你像 SSRI、SNRI、TCA 这很多类的药物，你突然停药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表现为它的这种像头晕、恶心、焦虑，是吧？包括一些流感样症状。那么这些其实还真不是太严重的有的时候有些药物停药，它的反应可能比这个列举的要更严重所以呢，原则上来讲，咱们这些抗抑郁药是不能突然停的一定是逐渐减量。这个和哪个药很相似和咱们那个抗癫痫药非常相似抗癫痫药也不能突然停。很多的时候，这个病人吃了1年、2年的抗癫痫药，从来没有癫痫发作，他自己就直接停掉了，结果停掉基本上第2天就抽就又抽上了。所以呢，这个都是临床上我们经常常见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抗抑郁药也是不能随时停说我想停就停，我随心今天觉得就没事了我就停药，这是不行的一定要逐渐减量，要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原则逐步的把它减下来，最终说不吃了再停掉。那么好那么因为其实抗抑郁药还有一些更多的，我们因为时间所限，而且呢水平能力有限在这种抗抑郁药的专业用药方面呢我们今天实际上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比较基础的、比
比较常用的内容啊。那么还有一些更多的用药，其实一些用药的细节呀，哪种情况下更应该选择哪一种药，其实都很有讲究啊。但是呢，因为那些超出了咱们目前学习和考试的范围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就讲到这儿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啊，欢迎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次再见。